中等的公布家伙让样了。上杂罗刚个罗主正年正着年的南大老子，今年东个就是这些年纪的个老子，刚到这边从这马路门到等个就是。这做个老就大这样了，就这样当送，这的这种年毛年老的这种种子，马路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种子了，这能多年到这才进到所有的里头也知道。就照着当这年间这道路嘛，在人家伙儿样了，的，我马拉巴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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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a Bazanardo, U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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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ardo, Zedun Jijin Jero, Zerji, Dalo, the Mambarasan, Guadan Danjo, Jolo, Dubai. 录制我们那瓦节的事儿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呢是我们这个慧灯禅修版的这个私家性的课私家性的课里面的就是这个最后一个是因果不虚就是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课。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这个我们每一天都在讲因为这个发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然后这个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听课的时候平时我们行善的时候，比如说学习修行然后就是包括这个烧香拜佛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发菩提心，哪怕是一个非常造作的不标准的菩提心也可以的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下2个决心下定决心2个决心。什么决心？首先要下决心我要从现在开始生生死死要利益众生要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这个就是我的生存的目标人生的目标下一世我们不一定是一个人生不管是什么生命，反正就是我的这个生存的目标就是这个。这是我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生存的目标。然后呢，次要的生存目标呢，赚一点钱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没关系的最重要的这个头等大事就是这个首先这样子下决心，然后第2个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要成佛我要下定决心我要成佛。因为如果不成佛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佛教徒的梦想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成佛，这就是我们所有大乘佛教徒的梦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然后就要成佛。我从现在就开始这个好好学习修心那这样子的2个决心就叫做菩提心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这个菩提心，这是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精华也就是整个大乘佛教的基础，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课程。那么因果不虚的这个课呢，是这个私家性里面的最后一个课但是这个因果不虚的课
那么里面就有很多可能有很多节课，我们今天不是最后一个课，还要讲这个因果不虚的课啊。我是说因果不虚是4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啊。但是因果不虚呢，我们可能要分这个很多次课来讲啊，这个一堂课里面讲不完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因果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因为我们所有人对这个因果轮回这方面的疑心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人都觉得到底有没有因果，到底有没有轮回甚至是学佛学了好多年的这个佛教徒也有些时候还是会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轮回，到底有没有这个因果。这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心性就是不是很坚定为什么不坚定呢？因为我们学佛，比如说所谓的学佛，表面上的学佛可能是时间比较久，但是呢真正的去这个学习闻思这样子的时间可能不够还有我们这个学佛所谓的这个学佛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烧香拜佛或者是诵经那诵经磕头这些当然是很好的，可以给我们积累很多很多的福报但是呢诵经诵的再多，比如说我们诵金刚经诵心经诵一辈子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它的这个内容如果不懂这个内容的话，那这个诵经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深入的去学佛深入的去这个了解为什么不深入的去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这个教育，没有一个佛教的一个系统的这个教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学从什么地方能够学得到。就是因为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这个客观的因素导致了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不了解了解一点也不深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把这些问题都要一个一个的解决最后呢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不是来自于这个盲目，而是来自于智慧智慧这个比如说人有人的这种信任就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智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盲目那么我们佛教里面这两个都讲过了。佛教最看重的就是知心而不是迷信迷信盲目的信仰当然总比不信好但是呢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学了好多年以后呢还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有些时候偶尔会想起这个到底有没有轮回人死了以后是不是有这个转世投胎这样子的这个疑问会有的。如果有这样子的疑问，这个疑问没有解决，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就是修心修心就受到很大的这个阻碍没办法继续修心所以我想还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普遍性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很多人比如说看到佛像或者是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些自己都没有办法克制的一些念头就是对佛对法对佛法僧的一些不恭敬的不应该有的这样子的这种念头这个念头呢，它不是一个坚定不移的
观点，它不是一个观点，它也不是一个见解但是偶尔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的对佛不礼貌、不信心等等，就是甚至是属于邪见的这样子的这个念头。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很害怕很害怕，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想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呢？就会有因为这就说明这不是他的本意，这不是他的见解或者他的观点但是还是会有的。那这个就是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我们认为这个轮回因果这都是迷信这都是封建迷信，不存在的，都是骗人的，就是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想法这个观念就是导致了我们学佛进入佛门以后还是会就留下了一些这个后遗症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修行的一些障碍那这两个问题要解决，怎么样解决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学习就是深信不疑，我们通过学习就得到最终的这个结论过去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那么怎么样不对呢？就是也要应该有理由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过去的想法不对，现在的想法是对的。那么这个选择是来自于这个学习必须要学习学习了以后呢这种想法一般不会有的然后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通过学习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佛教的三观但是呢刚才讲了，就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恶念控制不住那这种事情呢也许是一些障碍。那么这个障碍我们可以念莲花生大师的行咒，然后就是修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比如说我们禅修班开始修加行之前要修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然后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七句祈祷文最好是七句祈祷文念10万遍实在是没有时间，那就念这个莲师心咒就10万遍以上。那这个就可以能够帮助我们以后在这个修心的这个道路上除了自己的不明白的这些或者是正常的这些疑问以外的一些不正常的这样子的疑问不正常的这个恶念这些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就没问题的。所以我们闻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因果不虚之前首先还是大家多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因果方面的一些佛教的这些知识常识这个非常重要。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佛说道干经那么这个也就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了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也学习。然后呢在这个之前应该是这个慧灯之光的视频还有书里面都有一些这个关于因果方面的一些课还有一些这个短的文章这些大家也要学习一下，这些都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对这个因果首先要建立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这个信心都没有了，那我们修什么呢？就根本就没办法修所以因果这个因果不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认为啊，比如说我认为没有因果，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是封建迷信啊。这样子的话，首先要问自己啊，我为什么认为啊这个因果不存在啊？比如说杀盗淫妄啊，杀生啊，就是对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众生啊，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这个痛苦就是比如说无因无缘的就是我去伤害众生的生命，然后给他这个制造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那么难道这个就结束了吗？一切都结束了吗？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吗？那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之前大家都认为是就结束了，没有别的。只要不犯国家的法律，那这样子的话，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杀死了一个动物，把它吃掉了，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我要吃你，所以我要杀你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这个观念，然后去这种很残忍的这个方式去把这些动物吃了那吃了以后呢？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我是拿钱去买的我因为吃得起你所以我就吃了然后呢有没有什么付出代价呢？没有付出什么，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我们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们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为什么我认为一切都结束了呢为什么我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我能够吃得起，能够这个买得起，所以我把这个生命买了以后我就把它吃掉了不管它多痛苦多残忍我就把它吃掉了以后呢，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这个观念来自于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证据这样子要问自己问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因果，没有看到我们把一条鱼我自己拿钱去买了，我就吃掉了吃了以后就没有发现什么因果呀，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有多大的这个说服力大家想想，没有，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个为什么没有呢？就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就不存在吗那进一步的要问自己我们没有看到就不存在吗那不是我们看不见，但是存在的东西存在的东西是成千上万的我们比如说简单的讲汽车的轮胎汽车的轮胎如果它是一个透明的东西那么我们能够看得见这个车这个轮胎里面的空气吗？气体吗？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空气就是氧气和氮气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两个都是透明的透明的，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凡是透明的东西，我们的眼睛很多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呢我们的眼睛看不见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就我们的视觉感觉不到，这个不等于不存在另外一个比如说3个小时之前有一个人来了这个房间走了一圈就走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很多人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感觉得到这个人3个小时之前来的这个人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除了他的脚印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有一条狗进来了，那么他立即就知道
啊，这个人他留下了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的鼻子啊，我们的鼻子没有办法感觉到3个小时之前来过的这个人所留下来的这个气味啊，但是呢，狗就可以啊，狗能够感觉得到，但是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然后就是像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光谱啊，光谱上面的光，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就叫做可见光啊。光谱上面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光啊，都不是可见光。可见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就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啊。那么其他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肉眼再怎么样认真的去看，都是看不见啊，都看不见。这个里面啊，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里面用我们的肉眼看啊，这空间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啊，我们看不见啊。但是这个空间它不是一无所有，这个空间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东西，有什么？有空气啊，有电磁波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光啊，是我们的可见光以外的光啊。都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肉眼都感觉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啊，5种感官的这个感觉不到的东西很多啊。还有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的物质加起来啊，还不到这个整个宇宙当中的这个宇宙当中的物质的5%啊，5%我们看到的只有4.9%这样子啊。那么其他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叫做暗物质、暗能量啊，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啊，它已经被这个科学证实了，印证了它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啊，确实是就看不到什么东西。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东西，因为没有的东西，我们到了我们的感官这里，它就变成有啊，然后很多存在的东西，我们的感官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眼见为实啊，这种说法是一个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这么说啊，现实生活当中表面上可以这么说，眼见为实啊，但是稍微深入一点的去了解的时候，眼见根本就不是不为实啊，根本就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看不见啊，看不见，这个不等于它不存在啊，所以呢，我们就买一条鱼啊，就把它杀了吃了啊，然后就填饱肚子，然后我们认为一切都解决，一切都结束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比如说一个人进来了以后呢，如果他在这个地板上，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他的脚印的话，其他的我们认为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啊，但是不是他留下了我们看不到的啊，他留下了这样子的，比如说气味同样的，我们这个比如说杀了一条鱼啊，就是或者是偷东西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们也得要好好想想啊。我们比如说就杀生，就是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或者是所有这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生命啊，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每一个这个生命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生命啊，
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珍贵的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是比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更珍贵的东西。那么我们无因无缘，就是剥夺了他的一个这么珍贵，对他来说这么珍贵的东西啊，难道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吗？凭什么这么想呢？啊，为什么说我可以剥夺这些众生的这个生命？为什么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啊，说不过去的啊，就是我们对其他的众生带来了这么严重的这个伤害啊，然后我们要付出代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如果说这个不需要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啊。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会说我们没有看见啊，我们没有看见，难道就能够证明不存在吗？那就不是啊，不是。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必须要深入的去思考，我凭什么认为这个善和恶这个善恶因果报应是不存在的啊？我凭什么觉得这种想法是迷信啊？凭什么我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我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观察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理由？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这样子以后呢，首先要证明我的这种想法它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没有什么根据，就是人云亦云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根据。我自己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找不到一个理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讲的这个《道干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因果这个因和果这个因果的一个因果当中循环。那么这个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因和果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因和果之间就有相似的关系，相似是因和果是相同的这个我们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因和果是相似的如果种瓜得豆种豆得瓜这样子的话，那因和果是错位错乱的不是相似的但是永远都不是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这样子。这个是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规律就是这样。这个规律不是人制定的，是大自然自己的规律它是自然的规律。那这个自然的规律它就是有一个这个规律是什么因和果是相似的相似的，不相同的错乱的东西它永远都不会产生。植物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动物也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就狗生狗鸡生鸡动物也是这样，然后呢植物也是这样，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善和恶也是这样子，善它的果报就是善，恶它的果报就是恶坏事做坏事它的果报就是也是就受到这个惩罚善事的果报也就是善那么这个是万事万物，这个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凭什么因果就不是呢大家要好好想想万事万物都是这种规律都是这种规律，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动物植物这个整个的大自然都是这样子的规律。那么所有都是这样子的规律，那么凭什么因和这个善和恶都不是这样子的规律呢？我们有
有没有什么理由呢？要好好想要深入的去想首先比如说一个想了解佛教的人，首先是他不应该有任何的成见不要有任何的成见，比如说唯物唯心或者是有这个因果没有因果等等，不要有任何的成见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分析研究最后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去去了解这种这个结果，这种结论在叫做知信知信不是迷信因为通过研究通过这个分析然后通过观察，最后所得到的结论这个永远都不是迷信，这叫做知信所以佛教的信就是知心佛教倡导的这个心是知心知心并不是迷信不是迷信所以我们首先要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还有比如说从逻辑学的角度讲，从这个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讲形式逻辑里面就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叫做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就这三个要推理要一个我们还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们推理最后这个确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有三个条件大前提小前提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这样子那么大前提和小前提，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大范围的大范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凡是冒烟的地方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火的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一个地方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火，如果没有火那就不会有，没有火的燃烧没有火的燃烧就不会有这个不会冒烟那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叫做大前提大前提，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子，大范围都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没有火的燃烧而可以冒烟的地方没有这样子，这叫做大前提然后小前提呢那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了在冒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火在燃烧只看到了这个冒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理这个时候怎么推理呢我现在发现冒烟的这个地方我可以确定有火在燃烧有火在燃烧，为什么呢？因为冒烟为什么冒烟就有火呢？因为我看到的所有地方的这个冒烟都是有火在燃烧从来没有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没有火燃烧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现在可以这个决定这个冒烟的地方有火有火在燃烧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这个叫做结论大前提小前提，然后最后就是结论这样子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这个推理这个宇宙间万事万物，至少我们看到的这些因果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有果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无因无缘突然间冒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个只有一个因，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这样子的事情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不断的在这个因果当中循环万事万物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接触到的所有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因果
都是因和果是相同的啊。这个瓜的这个果就是瓜，豆的这个果就是豆啊，永远都是这样子啊，从来都不是这个瓜的果是豆，豆的果是瓜啊，都是这样子啊。那么万事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是有因有果的啊，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因果是因和果是相同的啊，同类的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不一样的啊，因和果是这个错乱的啊，都是这样。那这叫做大前提啊，这个大前提就已经有了，然后小前提啊，小前提就是杀死一条鱼啊，杀死一条鱼吃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小范围的，就是小前提啊。现在我还不知道啊，这个因和果有没有这个因和果啊？但是呢，我可以用这个大前提里面发现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来推理啊。现在我杀死了一条鱼啊，把它吃了啊，然后就我剥夺了我无因无缘的去剥夺了他的这个生存的权利，剥夺了他最珍贵的生命啊，给他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啊，无限的痛苦，这就是因啊。那么它有没有果呢？它一定会有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前提里面，我看到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因就有果的啊，所以这个一定会有果的啊，一定会有果。那么它的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啊，会不会我给它带来了这个伤害啊？所以我会不会感到幸福快乐呢？不会，我给它带来了痛苦，然后它的果也是同类的，我以后也要受痛苦啊。这两个因和果是相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叫做小前提啊。然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杀死一条鱼啊。然后呢，我把它吃了以后，我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啊，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呢，这个我现在这样子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不敢保证它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如果留下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果绝对不是好东西啊，我让它痛苦啊，然后这个果是它也一定会让我以后会痛苦。那么这两个是这个相同的，可以这样子这个推理。那么这个叫做结论这个大前提小前提这个结论，这三个有但是呢不是非常的确定要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佛教的这个逻辑学这样子这个精确性非常高的这个逻辑思维去判断这个很难的因果，是我们推理是推不出来的但是呢大致上是可以推理的大致上可以推理。这个推理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式去推理的话，大致上可以推理，但是这个是不是完全是能够用这个逻辑学来证明这个不是很容易的。所以真正要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果是什么样的因产生的，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佛的这样子的佛陀的智慧比如说我们看这本书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到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原子分子那这样子我们的眼睛是永远都没办法看到，必须要有显微镜有显微镜才能够看得到。同样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个深入的去了解因果，那就必须要有佛的智慧当我们的感官提升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现有的这个感官
是看不出来的他看不出来，他感觉不到。实际上这个不能证明任何的东西不能说明任何事情。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太多了微观世界里面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他从来都不知道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像这个红外线紫外线。X 光然后就是伽马射线等等，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太多的光和这个波电磁波，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所以他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要自以为是实际是我们在自欺欺人，我们的感官看不见，这个不能否定。如果我们的感官看不到的可以否定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否定科学的高科技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否定了万有引力我们能看得见吗这么大一个磁铁，它周围的这个磁场，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吗？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到吗？我们的鼻子能够感觉得到吗？都感觉不到，但是它存在所以这些东西是首先我们要去这个了解，深入的去这个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直接就讲这个因和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难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因果方面呢要多了解然后因和果它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去杀一条鱼，然后吃了很好吃然后很喜欢填饱肚子那么这些是不是这个杀生的这个果报呢？不是。这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种因果这是一个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吃了这个鱼的肉，然后呢通过这个鱼肉的这个味道然后就刺激了我们的舌头上面的这个分子，然后我们就尝到感觉到了一种味道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因果然后呢善恶因果呢还是另外一个因果，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因果善恶因果是另外一个因果那么这个善恶因果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就这个杀了一条生命的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他的生命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杀生这个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已经我们的这个意识尤其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意识的最基本的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意识，非常稳定的它一直到从现在到成佛之间它从来都不间断的它从来不间断，这么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这个意识精神那么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叫阿赖耶识它是所有善恶这些东西的这个储存的地方它就像一个容量相当大的一个电脑的这个硬盘一样电脑的硬盘那么这个硬盘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各种各样的数据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硬盘我们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不出来的但是当电脑去这个电脑去读这个硬盘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看得出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画面都能够看得出来同样的我们比如说杀了一条生的时候呢，它有另外一种这个能量这个能量是我们的嗔恨心还有我们想去杀生的这种
念头啊，它制造的一个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呢就储存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就储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当时我们没有发现有没有储存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实际上就储存了一个这样子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有可能这一辈子就感觉不到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能量也许几百年下意识再下意识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但是它一直都在那么有可能是几百年，有可能是几千年这样子的时候当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能量就成熟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需要客观的因素客观的因素也是很重要。如果这个客观因素不存在的话呢，它这个暂时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成熟。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业这一生当中，如果这个比如说我们杀生或者偷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能量这样子的业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如果这一生当中它要成熟的话，它必须要找到这个适合的时间空间还有客观的因素如果这个客观的因素它没有这种客观因素的话，那么就这个没办法成熟。比如说是一个人的话，那人就有贫富之差，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他可以有有这个比如说偷盗的这个惩罚，就让我们变得很穷这样的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是一只鸟一头牛这样子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贫和富这样子的这个概念所以很多都是需要有这个客观的因素这叫做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叫做经因还有叫做一个叫原因原因是很早以前的这个因那原因和经因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会发挥作用这个几千年也好，几万年之后也好，它永远都不会它都不会无因无缘的这个消失除非是我们把它忏悔干净否则的话它永远都这个存在那么它找到了适当的这个时间空间客观因素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发挥作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杀生就这个比如说不健康生病或者是这个生命很短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相识的这个过相识的过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意识当中的阿赖耶识当中呢，有成千上万个善恶的这个种子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一生当中我们虽然没有造什么恶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是从几百万年几亿年之前一直这样子下来的，所以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储存，我们根本没办法根本就是没办法了解。虽然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杀到阴王，但是呢有可能是上一世再上一世的这个罪果的能量早就有储存那这样子的话，下一世再下一世或者是这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因果的惩罚所以就需要忏悔不管是这一生当中有造罪没造罪这个我们不确定，过去我造了什么样的这个罪这个不确定，所以呢忏悔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忏悔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些罪过的这个能量啊，全部可以比如说我们硬盘上的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删除了一样啊，删除了以后呢，任何一个电脑啊，它都读不出来、看不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们死的时候啊，一个人比如说这一生死了啊，那么这个肉体啊，就归这个尘土啊。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呢，它就从这个身体可以又转到另外一个这个身体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意识，也就主要是从这个身体转到另外一个身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它转到另外一个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它把它的所有的这些储存的已经储存的这些东西都会带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那这个就像我们就这个一个这个硬盘啊，从一个计算机啊当中拆下来，然后再装另外一个计算机一样，再装到另外一个计算机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计算机里面啊，上一次这个计算机里面的所有的信息都在另外一个计算机当中啊，全部可以读出来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就储存的东西太多啊，所以就是带到下意识的时候就会这一生当中我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下意识有可能有这一生没有做任何的有可能没有做任何的严重的罪过，但是呢，这个人有可能这一生不顺。为什么不顺呢？这个不是因为这一世的，因为是上一世他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储存了太多的这个罪恶的东西所以呢这一生当中他不顺有这样子。然后也许我们这一生当中，比如说杀到阴王这样杀到阴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恶无恶不作这样子的人他一切都很顺利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现在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储存很多负面的这个能量，但是呢，这些负面的能量他现在还没有发挥没有成熟，他现在成熟的都是上一次储存的东西。那么上一次呢他有可能做了一些善事这个也不一定上一世再上一世，或者很早以前的善事那么这个善他今天在他今天在成熟受这样子的果报所以轮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光来判断人生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就这么一界就这么一段整个生命当中的一小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认为这个一小段里面没有发生什么的话，我们觉得没有了我们认为这么一小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这一生当中的因果确实不是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的最幼稚的想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整个的生命，过去我们不了解，后面的事情我们也不了解这就导致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确实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非常不成熟。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人生观都是来自于表面的人生的表面，然后我们的世界观也就只了解一些世界的表面的现象深层次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像佛教的这样子的教育的话，那即使是我们想了也不一定想明白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啊，不要认为我们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一个物质当中产生了一个生命，然后呢，物质解散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没有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对这个因果是必须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坚定不移的心性啊，这样心性，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学佛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否则的话很难但是佛陀没有要求我们无条件的去相信这个佛就是让我们自己去了解自己去分析观察，然后呢，如果觉得有那你就去信如果觉得没有，那你就可以不信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因果方面是非常重要了这些大家不能不知道希望我们多了解一下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读一读百业经百业经。所以虽然百业经它都是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成千上万年以前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不是真实但是呢，这些故事都给我们就很清楚的描述了一个因果的这个循环因果的关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百业经也可以了解这个因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现语经现语经也跟它的内容就跟这个百业经是差不多的也都是讲一些故事这个故事我们确实是今天没办法用一个什么逻辑来证明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没办法，肯定否定都没办法。但是呢，它也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全面的这个阐述了这个佛教的因果的这个观念因果观念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个给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取度很容易的，这个都是讲故事的。还有一个呢，叫做正法念处经这个就是小乘佛教的一部经这个是在这个了解这个因果方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正法念处经。但是这个是它不是讲故事里面讲很多道理，那么它都是古文那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语文的水平，这个的话才能够可能全面的能够了解有些呢可能水平比较高一点的话也就不一定，因为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术语我们可能难如果去找这个可能去翻这个佛教大字典那佛教大字典的解释是就又要找字典又要去翻佛学字典可能比较难，但是呢也可以了解一些一部分是没问题的。正法念处经还要给大家提醒我们读正法念处经这样子的这个佛经的时候，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那么这些我们怎么样理解呢？这个佛经里面1000多年前就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佛经怎么去解释这个佛学的过去的这些大师，他们才是权威他们这个解释权就是在他们手里那么佛经就是讲了义和不了义了义不了义，了义就是真实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把真实的东西直接告诉我们叫做了义。不了义不了义的东西呢，佛虽然是这么讲了但是实际上
不了，了是什么意思呢？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保留啊，了就是把全部的东西给你讲完了啊，就没有任何的保留，这叫了义啊，义就是它的内容。然后不了义的意思，佛虽然是这么讲了啊，但是这个不是佛他的本意，这里面有所保留啊，没有把全部东西讲给我们听啊，有所保留啊，就这叫做不了义啊。那为什么佛讲这样子的这个佛经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这样子讲，他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接受啊。佛经都是接近3000年前的这么早的时候这个产生的啊。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印度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都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所以来听佛法的这些人当中呢，有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啊，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然后佛就是为了适合他们的这种口味啊，然后就通过一个这些人能够理解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去给他们讲啊，他们才能够接受。那这样子以后呢，虽然这个佛讲的这些话有些地方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现实事实的但是没问题，他先这样子理解然后逐渐的他可以进入佛门，然后最后呢，他可以了解到这个真相他最后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真相。首先就让他们通过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来逐步的，最后就给他们讲了义。否则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真实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断掉了他们的这个善愿从此以后觉得这佛说的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他就永远都不来听佛法，不修心。那这样子就是断掉了他的善根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也很多时候讲，我舍不得断掉这些人的善根，所以先只能这样子讲，然后呢慢慢引导，最后让他们发现真相。那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佛教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不了义不了义。所以我们读这个正法念处经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里面就讲了很多，比如说日食月食，还有就是这个宇宙、这个山河大地等等，都讲的都是这个接近3000年前的符合这个时候的人类的这个思维这个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这个不符合的。但是这个要知道是这个原因在这样子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释迦牟尼佛今天21世纪20世纪，如果佛这个时候出现的话，那么佛经里面讲的都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科学的这些观点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和现在不一样。举一个例子，非常简单的，比如说2000多年前在天文学上也出现了这个日心论和地心论。日心论就是现代科学讲的，就是日心论所有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地球这个土星、木星、金星等等这些行星都在这个转绕这个太阳，在太阳的这个周围的轨道上这个运转这叫做这个日心论。然后地心论就是我们是错觉导致的就是认为这个所有东西，我们的地球
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啊，其他的太阳、月亮，所有的这个这些行星都在这个围绕我们的这个地球转，这叫做地心论。早期的时候呢，这个400-500年之前的这个有史以来所有的这个天文的这种观念都是地心论，但是呢2000多年前也就出现了一个日心论，就是像今天天文学讲的一样的这个日心论但是根本就没有传播没有得到传播，根本就不相信，人们就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所以因为我们每一天看到的是这个太阳、月亮还有所有的金星、木星、土星都在围绕我们的地球在转呢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明明看到了太阳在转绕我们的地球，然后月亮所有东西都在，所有的这些天体都在转都在我们的周边转，怎么可能是这个日心论呢所以就是没有得到这个传播，没有人相信就是这样子。佛也就认为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佛也没有讲还有一个佛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一个原始森林当中有几个人然后呢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射了一个箭其中一个人被射中了然后这个箭是一个毒箭毒箭快速的就几分钟之内，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毒就是这个通过血液循环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全身都会因为这个毒就会把整个的这个人的身体都会毁掉，一个这样子的剧毒那这个射中了这个人的时候呢，然后周边的这些人就是首先不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就去研究这个箭是从东边来的、西边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箭它的这个质量它的这个材料是什么这个箭的材料是什么？这个箭是什么样的人制造的？等等等等他没有把这个箭拔下来，大家都就坐在这个周围去研究这些东西，那么人就生命保不住，马上就会死掉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这个箭谁射的然后谁制造的，东南西边从哪里来的都不重要，首先把这个箭拔下来然后就伤口处理好然后如果你一定非要研究不可，那你就再研究这些事情就是佛就是说我们首先不是很重要，这些很多的这些知识这些知识跟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无关的这些知识都不是很重要不是很，我们人生就这么短，这么几十年那么这么几十年当中，我们都去研究一些跟这个生老病死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这样子的话，人生就过完了，再也来不及下一世再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这一生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还不是去研究这个箭而是先把箭拔下来，这个是拔出来，这个是最重要了同样的，我们要了解太多的这些世俗的这个知识，掌握太多的这个知识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就是首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生老病死的根源解决掉这个处理生老病死的根源不处理的话，那么我们去学了太多的知识读了这个大学研究生博士后全部读完了，双博士什么什么都读了但是呢我们读书读一辈子但是
最终的时候呢，还是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啊，生老病死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有烦恼。最后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解决任何自己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子。首先不要去研究这个剑是什么东西啊，首先把这个毒剑拔下来啊再说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就是说这个日心论、地心论，这都不重要，都不重要。你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这个没关系。就通过这个方法，你认为是日心说，通过日心说直接进入佛门。你如果认为是地心说你是对的，那可以先暂时就这样子。你先去了解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怎么样去断掉这个烦恼，先去了解这些，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些问题，我们的这些重大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你非要了解的话，那么然后再去研究再去学习这样子可以。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这个正法念处经这样子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符合这个佛现代科学的观点的这样子的事情会有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有呢这是就这样子这就是一个导读佛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导读就是要大家引导大家怎么去读佛经我们读佛经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呢，他也说过我讲的这些法里面呢，不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那么哪一部分是真实，哪一部分不真实？我圆寂了以后呢，400年以后呢，有一个人叫做龙树菩萨，他有资格来辨别哪个是真实，哪个是假的然后我圆寂了以后，再过600年以后呢，有一个叫做悟着菩萨，他有资格去辨别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这个了义，什么是不了义这个大家看他们怎么辨别就怎么做怎么去信就可以这就大乘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后来呢龙树菩萨无着菩萨他们出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佛经里面，比如说佛经大藏经里面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这个不真实，讲得很清楚那他是不是说小乘佛教都不真实，大乘佛教真实？当然不是了。大乘佛教的经典当中也有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有不是真实的，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读佛经的时候呢，要知道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历史佛教的历史，或者是一些这个解读佛教的一些这个方法这个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读我刚才建议大家读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中文的水平的人去读这个正法念处经但是你们会发现正法念处经当中有很多很多不符合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我们掌握的不多，了解的不多，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呢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知道这个不符合了以后呢，我们又会就导致了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这样子那么通过这些方法，我们要去这个了解这个因果，然后确定了以后我们相信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大概理论上相信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是在宏观上大致上了解这个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真实的然后呢再深入的去，比如说那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偷盗有什么样的果报然后呢这一个一个的这个
善恶的这个关系啊，我们要去了解，深入的去了解。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显上师言教啊，按照这个大圆满前心普显上师的言教的这个内容去修啊。大圆满的前心普显上师言教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啊，内容都是来自于像正法念处经啊这样子的佛经啊，佛经。还有我们可以去读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光论啊，还有我们可以去读这个龙钦巴的这个新大圆满心性修习啊，这些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这些都是来自于仙宗的这个佛经，有些是来自于小乘佛教的佛经，有些是来自于大乘佛教的佛经啊。那我们这样子深入的去了解思考啊。思考的时候呢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这么说，3个阶段啊。这本书的这本书讲的这个次第和顺序和我们的思维的顺序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我们修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还没有讲到一个具体的修法，我只是讲了一些因果的一些理论啊，因果的一些理论。但是我们过几天以后呢，要讲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修法啊，具体的这个修法。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这本书的顺序跟这个思维的顺序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可以调整一下啊。这本书呢它首先讲这个是善是不善啊，首先是讲是不善，然后再讲是善啊。这个首先是讲这些因啊，然后就因讲完了以后呢，再去讲这个果啊，再讲果啊。它这个书里面的顺序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修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杀生是什么，什么叫做杀生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杀生。杀生不就是杀众生吗？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杀生这个，比如说我们造这个罪，有罪过的杀生是什么样子没有罪过的杀生，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无意当中，比如说踩死了这个小动物还有就是像交通事故这都是无意的这样子的事情呢。虽然是这个涉及到了这个杀生但是它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罪过的那么有罪过的这个杀生是什么？首先比如说我们去故意杀生故意杀动物，故意杀人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罪过，先去了解然后这个杀生是去思考什么是杀生然后思考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去思考这个杀生的果报是什么这杀生的果报是什么？有几种果报这个佛经里面呢就讲了4个果报，4种不同的果报。这里面讲了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讲回灯之光里面呢没有讲这么多，因为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都有了，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了。大家看大圆满学大圆满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就可以。然后我们紧接着去这个思考它的这个果报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果报有几种果报4个果报一个一个去思考这是第2个阶段然后我们再去思考，那我曾经有没有杀过这样子，有没有造过这样子的这个杀生的这个
罪过然后去思考那肯定是有的。我们不可能没有一生当中都没有杀过生可能我们参与过这个杀生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吃的方面我们肯定是就参与了很多很多杀生。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果报去思维？然后呢，我们最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就对这个罪过，要有这个后悔要升起这个后悔之心。然后呢，有了后悔之后，然后再下决心以后我再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再杀生从今以后不再杀生，这样子下决心。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这书里面呢，首先是讲杀盗淫，就这么讲的。但是呢，我们思维的时候呢，先是讲杀，然后呢，再去思考这个杀生的果报，再去思考，最后就思考这个杀生的果报，对杀生的果报的这个后悔然后就是下决心，从此以后不再杀生那这样子思考的话，就是这个比较这个一方面呢，一方面是比较方便另外一方面呢，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影响就比较深，应该影响比较深刻。然后效果比较好这样子以后呢，杀盗淫就一个一个首先就是这个罪过，然后是它的果报，然后是我们这个忏悔这三个然后杀生这个三个完了以后呢，然后偷盗，先去思考偷盗是什么，然后再去思考这个偷盗的果报是什么，然后最后再去思考偷盗的这个果报，对这个果报的忏悔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修这个因果不虚的时候呢我们在一座里面不需要去思考这个十善或者十不善这么多，就思考一个比如说杀生就是我们就这一座当中就只去思维杀生杀生是什么，杀生的果报是什么那么然后再反省一下我自己有没有杀过生然后有杀过生的话，那我也已经造了这样子的这个罪过了，那么所以我现在要忏悔。当然忏悔是我们以后这个专门的忏悔是无加心的时候有金刚萨埵，但是这个时候呢也要对这个果报对这个杀生发起后悔的心，然后就是下决心以后就不去再造这样子的罪过这样子这个偷盗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杀盗淫邪淫然后就妄欲，这样子一个一个下去的话就有效果我们如果这个一座里面要去想这么多的话，那么就思维很混乱，然后效果不好，影响不深刻所以我们把这分开，先是把这个杀生这一座当中杀生，或者是我们就未来的3天5天，每次打坐的时候就思维杀生的这个罪过，其他的现在是都不去这个思维然后我们对这个杀生的这个罪过和它的因果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心性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再去修这个偷盗这方面这样子一步一步思维的话，那就效果比较好这样子。首先我们去大致上了解这个因果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因果，我们通过道干净然后呢这个善恶因果呢，也就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佛经讲的然后最后我们我们建立了一个对因果的信任的时候，信心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至少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再去思考这个
杀生偷盗这些啊。如果我们这个大致上这个因果都不接受，都没有相信的时候呢，那么去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偷盗什么的根本因果都不相信啊。那这些具体的去想了，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禅修班啊，修的时候是要这样子修，这样子修的话，我觉得效果好。好，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啊。实际上我们今天也还没有讲啊这个它的具体的修法啊。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它的具体的修法啊。这几天呢讲的都是就是关于这个因果方面的一些常识啊，一些这个推理的方式啊，理论啊，主要是这个理论讲的都是理论啊。那下一堂课我们开始讲这个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还有一些时间啊，然后大家对这个因果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提问题互动交流。林立上师，先问一个网络的问题，请教上师，看不见的东西固然不能断定一定不存在，但是又如何证明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轮回、因果，一定存在呢？首先轮回这个证明轮回的存在，这个非常非常的容易，我觉得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证据。主要的证据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可能不太善于这个思考太复杂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证据啊。虽然是简单，但是呢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说服力。那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小孩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开始讲这个他的这个前世这种情况，这个全世界都有很多然后西方的科学家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了。那么他们的手里呢，目前有2500多个这个个案，那都是他们非常的详细的记录了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是除了轮回人的转世轮回以外，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这个来自于科学、来自于哲学、来自于什么学的，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轮回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容易这个证明但是因果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已经讲过了。首先我们这个肯定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存在，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看不见的东西怎么样证明存在呢？当然不是所有的看不见的东西都是存在的，看不见的东西里看不见的这些里面呢，看不见的东西有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在只能这么讲。那么因果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推理的话，也就大致上可以这个推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要非常清楚的亲身体会到，或者是亲眼看到的话，那这个必须要我们的感官提升才可以的，否则是没办法。就刚才讲过，这张桌子的确它是原子和分子这样子的这个很微小的东西粒子构成的但是如果没有显微镜永远都没办法证明这个。如果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它的这个微观世界的真实情况的话，那就必须要借助这个显微镜的这个力量才可以没有显微镜，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这个真实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感官是可以看得到，凡是我们的感官没办法知道的、没办法清楚的，都是不存在，不能这么去想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推理我刚才讲的这种推理的方式，通过这个形式逻辑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大致上是可以这个知道
善恶因果的合理性善恶因果是有这个存在的可能性只能这么说。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在打坐观修无常的时候，思维到一个问题：无常与因果的关系是什么呢？因果是自然法则的话，如果现在所有的因果，是不是就不会存在无常呢？一切都是有因缘而得结果，包括成佛。请上师开始。因果和无常的关系因为因和果，比如说因它的毁灭，然后果就可以产生这就是跟这个就是跟这个无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是无常的话，那么比如说这个因它永远都存在然后因它永远存在的话，这果就没办法出来的因它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因的这个状态当中，它永远都没办法这个变成果。比如说这个豆芽它如果永远都这个停留在豆中种子的状态的话，那它没办法发芽，它没办法变成这个豆芽，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无常所以可以有因可以有果。如果不是无常的话，这个因果是根本没办法建立的，因果的关系是没办法建立的。还是现场的问题。微信上有一则关于法王如意宝开示吃虫草的人会下地狱的开示，不知道是否属实。不属实，简直是胡说八道，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这样子的事情微信上太多了，就没有任何的可信度，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请问上师，经营佛像流通是善业吗？比如说像五湖池的商家等等，他们那样赚钱是可以的吗？这个佛经上有明显的记载如果我们把佛像当做一个商品来买卖的话这个是遭罪的，不可以的如果佛像就是为了这个流通为了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佛教徒他都想有一个佛堂，然后佛堂里面呢也需要有这个佛像，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有人去做才可以如果从来没有人去做，那我们这个佛像从哪里来呢？如果就是为了考虑这一点然后他就适当的赚一点，比如说他的这个水电费等等这些赚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利润那这样子的话是可以的而且就会有功德会有功德的。如果把这个佛像就当作普通的商品这样子来卖就这个赚利润，那就有罪过的，不可以的。请问上师，我听说修显中的人有这样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打坐，如果没有老师在身边指导的话，很容易走火入魔。我怎么样放下这个担忧，继续在家观察修？这个担忧不能放下的，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不仅仅是显宗密宗，这都没有区别，修什么都是一样的，必须要有人教但是带是什么意思？这个带的人不一定要在身边比如说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课，然后大家回去自己家里去修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修法我们讲课的时候大家来听完了以后呢1个月2个月，然后又不到其他地方，就在自己家里修，这个没问题的不一定要旁边有什么师兄上师也都基本上不可能，也不需要但是如果自己去看书，然后从来都不去听这样子的话，就是显宗也好，密宗也好，都不可以的。包括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都说，如果没有诀窍，没有修行的诀窍，不允许打坐他有这样明显的要求。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
如何理解佛教是超越因果的学问？超越因果的学问啊，佛教是超越因果的学问。它意思就是说，佛教通过佛教的方法去修心打坐，有一天可以证悟空性，然后证悟空性了以后呢，就是超越了这个因果，然后也就是比如说修心达到这个一地菩萨或者是更高的境界的话，就不会去造业也没有这个因果，是这个意思吧？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吧？可能是这意思，可能是这个意思，对。这是现场问题。关于因果，如果参加婚礼的现场会有很多杀生的行为，这样参加的人都会有共业，对吗？请问上师，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这样的婚礼？如果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那么他们一定有很多就涉及到杀生的情况的话比如说自己事前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准备我今天要参加这个婚礼，但是呢我不杀这个不吃活物，或者是这个荤的方面我都不吃，有这种打算的话，那就没问题的。这是网络问题。刚才用很多小孩子能够忆起前世的案例来证明轮回的存在，他觉得这只是案例，不具备普遍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他觉得真理必须具有普遍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请问上师，我们如何可以用轮回的真相来做预测、可重复性？是的。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思考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不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前世过来的话，那就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是像如灯灭了一样的这种说法就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不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那么再考虑一下，那他一个人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不就是说没有大脑人这个心脏跳动还有血液循环这个停止了以后的5分钟之内，就大脑的细胞全部不就是死完了吗？死完了以后人的灵魂不就没有了吗？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这个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这个观点已经是瓦解了。所以这根本就很多人说这个是个案，如果有个案的话，那这个他的这种见解就已经一个个案就可以足够，这就已经不对了。那如果是个案的话，那你来解释一下这个个案他是怎么来的，他的灵魂是怎么来的那不就完了吗？如果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好其他人有没有这个前世轮回我们先不谈。那这已经证明了这个灵魂不是大脑的一部分，灵魂是可以这样子下去的，生命是可以延续的。我们一直到现在说的这个人的这个灵魂不存在死了以后一切的结束，那就现在已经证明了不是呀，所以不需要太多，一个就够了。当然这个要有正面的解释正面的解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记忆力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里有100个人100个人，有些人呢我们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有些人呢昨天发生的事情的我们要想半天才能够想得出来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还有一个呢，佛经里面就有这个记载佛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给大家讲经说法，然后就是把这个佛陀的智慧就赐给别人那样子的，反正就是给人就给予智慧，这样子的话可以下意识可以记忆这个前世能够记忆很多很多前世，也有这样子的原因，有很多的原因所以不记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解释
大脑它虽然不是这个意识它也不是大脑，但是呢，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和藏仪里面解释非常清楚，我们的大脑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大脑的神经跟这个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感官去认知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上意识的这个大脑彻底的没有了，然后这个怀胎期间很多时间都是昏迷的这个状态当中，昏迷。所以这个因为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昏迷的状态然后上一次的大脑完全是没有，完全是更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事情，就导致了我们就是把上一次的很多的记忆都失去了。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像交通事故等等一些突发性的事情，比如说就人就大脑受伤或者是严重的这个昏迷这样子的话，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失去了很多以前的记忆人还活着，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很多记忆，就这个原理很简单，所以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是没办法回忆。但是这些没有回忆的，这些现在不能回忆的这些人，通过催眠有些人都可以这个回忆所以呢，也就是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回忆的人是没有这个前世，不是这样子的反正没关系的，这个反正如果是有这么一个两个的话，至少有一些人是有轮回了，对吧？对。还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菩萨有入胎之谜，那为什么有的再生人他不是菩萨，还是能够忆起前世呢？菩萨就是这个俱舍论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入胎、出胎，还有就是怀胎的这个三个阶段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人很少的然后呢，入胎的过程都记得清楚，出胎和怀胎这个住胎不清楚，那这个都有不一样。这个阿罗汉和辟支佛和菩萨都不一样的。然后呢，世俗的一些比如有福报的一些人呢，他也可以记一些，但是呢，他不一定记得全部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自己的修心主要是修心有关系修心的境界有关系。那菩萨的话，就到了一地以后呢，然后他就完全就脱离了这个障碍一地以后，那还没有到达一地之前就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我们有些再生人，比如说就是小孩可能那种，他能够忆起前世，他说他不是菩萨，他为什么能够忆起来？这个不一定，不一定所有回忆的人都是菩萨，这个不是这样子。这个菩萨也可以回忆，菩萨一地以后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除了这个菩萨以外也有很多的原因是可以让他们回忆过去跟他们的身体，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基心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这样子。100个人的这个基心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基心稍微比较好一点的不是菩萨不一定是菩萨，就这样。这是网络问题。上师，您刚才讲到佛经中可能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比如说正法念处经中所讲的日月食、山河大地等等。但我了解到人类的感官有许多看不到的东西之后，我就相信佛经中所讲的世界景象可能是更符合事实的，而现代科学对世界的描述可能是片面的。听了您的讲解，我又感到困惑了。请问小乘经典中所讲的须弥山、四大洲、日月宫的描述，是否在有神通的人看来是更为正确的世界图景呢？
很多小乘经典中都是这样讲的呀。我想佛陀讲法也不能太过于不符合事实了吧？这个佛经里面早就有记载了，这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佛经里面也讲了，比如说日式和月式的解释啊，我看到的也就是至少有10个以上的不同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佛一会儿又说因为日式月式是这个原因，一会儿又说日式和月式是那个原因，讲的很多，这些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宇宙和世界的这个大小啊，它的大小，它面积的大小，佛经里面也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描述。那么这些呢为什么有这样子呢？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感官啊，现在以我们的这个现实的感官和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感官作为一个标准啊去看的话，那我们在佛经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这个看不到的。但是佛经里面比如说最终有一个是非常非常这个确切的，那就是十轮金刚。这个我慧灯之光里面也讲过了，十轮金刚里面讲的就跟现在的这个天文学讲的是一样的啊。除了这个十轮金刚以外然后呢佛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原因和这个理由，那这些都是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也就是1000多年前这个有一个印度的这个成就者他的这个书里面讲了1000多年前他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他，还有十轮金刚的这个注解里面也这么讲过。比如说我们有10个人比如说有10个人看一个东西的话，如果我们10个人的这个功业都是一样，人有2种业力一个叫功业，是共同的业力，我们的功业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们看这个杯子，大家看到都是杯子水就是水。如果我们功业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地狱的众生，一个恶鬼的众生，然后就是一个天道的还有人道的不同的4个人来看这一杯水然后他们看到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标准我们人看到的是水，然后天人他们看到的是甘露，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不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比如说佛经里面讲了这个须弥山，那么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宇宙这个地球的这个形成结构，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生命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个生命来看的话，这个地球会不会是佛经里面这个描述的有须弥山的这样子的这个地球呢？世界呢？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我们刚才讲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作为标准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标准去看的话，那佛经里面讲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这个并不是说佛经里面讲的永远都是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人看到也就也不符合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尤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说刚才我说的1000多年前的这个印度的学者，他讲的不是密法，他讲的是仙宗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解释那个里面也是这样子讲。这个因为佛为什么讲这么多的这个宇宙，为什么讲这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呢？首先他是说从生义谛的角度来讲，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根本这个任何一个这个不管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过去的，不管是日心论地心论都不成立的，一样的不成立。然后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都有可能的。比如说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日心论的这个世界，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地心论的这个世界，但是
我们人类看的话，那不可能两个都是存在，我们就只有一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日心论啊，才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日心论也是这个真实的、符合事实的，地心论也是符合，这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最后就是说不清楚了。那所以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的感官作为一个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那么就只能说热心论啊才是符合事实啊，然后地心论啊就不符合事实啊，然后这个地球是球心的啊，那这个就是符合事实，这个大地是平面的，这个就不符合事实啊，就是要这样子讲。那为什么有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这个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描述呢？那我们进一个，另外一个是刚才讲过了啊，就为了让他们过去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当时的印度的这很多的宗教里面都这么讲的，因为当时的人都这么认为的，所以呢，就是为了就适合他们的口味啊，就没有去改动这个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进入佛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比如说另外一个世界的人，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啊，我们人类70个亿人口呢，谁看到这个地球是球形的？没有其他的。但是呢，如果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个生命，比如说某一种外星人，某一种其他的生命来看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上面呢有这个须弥山啊等等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啊。这个佛经里面都讲过了，佛经很早仙密里面、仙宗和密宗里面都讲过的，这个不排除的。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可否将上师们的照片印刷成台历、挂历，或者是印制在其他物品上，或者是供奉？若已经印制，应该如何处理？其他物品是什么东西啊？其他物品是反正比如说挂历这些是肯定是可以的尤其是比如说像佛像也好，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些照片啊，这些就比如说一些商品的包装啊，这些上面是不能印了，这个到时候都不好处理挂历啊这些是应该没，反正就是可以，比如说他们自己的书或者是就放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的，可以放在佛堂里面的这些东西上面是印的话，也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比如说鞋子上面裤子上面然后呢，就是像卫生纸上面这些上面是肯定是不能印了。好，我们最后上师开始。好，我们最后大家做回向。所能得一当着走吧年都来你别着那把事一个那街网龙着吧这边做连着着人手我们红板整个这妈妈色的红我们红板整个这妈妈色的红我们红板整个这妈妈色的红